嗨，你好，我是蕊希，花蕊的蕊，希望的希。今天你还好吗？无论你在哪儿，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听完今天的故事，祝你晚安，做个好梦。我想现在很少有东西能够击垮我了。如果说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有特别重要的一年是给成长准备的，那对我来说是今年。我甚至觉得今年对我来说不是成长，是重塑。年初的时候，我跟前任过了最后一个元旦，之后没多久就分手了。因为很痛苦，所以我拼了命的工作，不想给悲伤留下一点机会，但却不断地产生连锁反应。先是身边的同事觉得我卷业绩，总是用开玩笑的方式冷嘲热讽，之后又因为经常熬夜加班，情绪内耗严重，结果得了急性肠胃炎。我发现坏事都是一股脑砸向你的，好像只要裂了一处，就会全部崩坏。那天复诊的时候，大夫跟我说，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身体养好，其他的就把它当作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回去琢磨了很久，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失去的感情就像攒了许久没有扔掉的快递箱，人际关系就是水槽里堆着的带油的碗筷，它们本身就可大可小，而现阶段身体才是我最需要好好对待的东西。人生也一样，明白了每一个阶段的主次，才能学着把重要的事情置顶，从而拥有凌驾于鸡毛蒜皮的心态跟能力。所谓稳定的内核，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的专注。领悟到这一点之后，我整个人都像开挂了一样。如果我想好好工作，那么工作就是第一重要的事情，至于别人的偏见脸色，我不会多考虑。如果我想告别过去，我会包容自己在悲伤的情绪里待一会儿，而不再执着于坚强，因为化解痛苦最好的方法是面对，不是转移。我想穿好看的衣服，就不会刻意去挑长相和身材上的缺点。我觉得单身很快乐，于是我不再去管大龄未婚的流言蜚语。想做，想要，想怎么活，只要我确定，其他就会自动化为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然后就会发现纠结跟内耗变得越来越少。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开挂代表着学历、收入、地位和蒸蒸日上的事业，但我却觉得开挂对于我这样平凡的普通人来说，是一种心无旁骛的人生状态。我们都活在一个浮躁的社会和一个人人都能指手画脚的评价体系里，能在这样的洪流中守住自己的选择，坚持想做的事情，然后全情投入的去生活，才是真正开挂的人。前段时间我跟朋友吃饭，他说我变了很多。聊天之中，我讲起这一年的感触跟成长，印象最深的是讲到一个停顿的间歇，朋友用带着笑意的眼睛看着我，然后说，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坚定又自信的你很漂亮。话音未落，我鼻子就酸了。我想过去那个被各种事物牵绊的自己，跟今天坐在这儿坦然面对人生的自己之间，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转折，那就是我终于学着从鸡零狗碎的生活中夺回自己的掌控权。就像杨天真在节目里讲的，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明白了一件事儿，于是才有了后面开挂的人生。
他决定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自己的身上，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形成高速的成长。他说，你要把自己当成人生这部戏的主角，其他林林总总都是这段戏的客串。跟别人演好对手戏，是你对演技的负责，但是不要让任何一个路人甲搅乱了你的戏路。越不内耗的人，越没有旁枝末节的事故。他们永远都知道主线在哪儿，岔道怎么避，连爱恨情仇都拿得起放得下。我想这样的人哪怕没有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一定能找到自己命运中的那颗宝石。那天我看书，里面提到一个真正重塑自己的人，大概都会经历这样的循环。在与人交往中了解自己是怎样的人，然后慢慢明确什么事情值得投入。这些坎坷跟伤害接踵而来，我们摔倒了，见过了事情崩坏的样子，最后发现不过如此啊。这一刻你会同时拥有独立的自我、明确的目标和承担后果的能力，而成熟的果实也会在此刻滴落。或许属于你我的开挂，就是每一步路所累积成的阅历，把每一段痛苦打磨成智慧，然后等待有一天顿悟来临的时候，你会从此变成那个不再兵荒马乱的大人。Small bar with neon lights, talked about everything that was on our minds. Talking to you gave me butterflies. Then you took my hand, said let's leave now. Don't wanna be shy, I will let my guard down. Don't wanna be shy, be shy.